这个把无尽的绝望藏在笑容中的姿态，出自100多年前格里菲斯拍摄的《残花泪》。它不仅是电影史上最著名的微笑，也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声明。我们可以从许多电影中都能找到有意模仿它的痕迹。手指微笑将难以言喻的情感隐藏，是弱小面对强硬的无奈之举。它既感伤，也欢笑，还讽刺。当遭遇残酷世界的不公正，手指微笑变成了无声的抗诉，把无人知晓的痛苦让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。这是无声电影凭借视觉力量带给全世界的冲击。无声时代的电影人将影像的潜力开发到出神入化，让我们几乎认为这就是电影真实的样子。Wait a minute, you ain't heard nothing yet. Wait a minute, I tell you, you ain't heard nothing. 当第一次听到编剧的文字变成有声的对话时，语言的效率和节奏迫使无声影像的地位迎来第一次挑战。同任何一种新兴事物的出现所引发的慌乱一样，一种批评流派声称有声电影以某种方式损害了电影的本质。人物对话的主导会削弱电影独有的视觉表现潜力，最终会退回剧场，甚至沦为有动态画面的看图文学。 I can't believe I can know you forever! You're fucking insane! 夸大的悲观论总是难以服众，因为没有任何一位创作者会否认对话在电影中的价值。许多优秀的编剧都通过充满创意的语言游戏增强作品的表现力。这些对白不会轻易露面，可当它出现时就一定很重要。 Every day I wake up and I hope you're dead! Dead like if I can guarantee Henry would be okay, I'd hope you get an illness and then get hit by a car and die! 然而精彩的对白只是冰山一角，现实的情况是声音的优势附带产生了过犹不及的遗憾，而当影像和对白廉价地绑定在一起，再清澈的情绪也会被排山倒海的台词压得不见天日。 The man could be trained, hold out for about 18 hours. Ground zero for an underground nuclear test. We think it's a type of inverse radiation. When we crash a plane, very unusual type of radiation. 依赖对话不厌其烦的解释声明，把本就无法快速理解的想法一遍遍强行塞入我们的头脑。而当你费尽心力去思考其含义时，却突然丢失了最重要的东西，对故事的体验。诺兰曾解释过星际穿越中的场景设计，他认为电影是个绝佳的媒介，能传达出复杂性的概念。当他们把时间和空间的运作规则整合，并以场景这样直观的方式呈现时，观众就会感受到其背后的逻辑。可信条中他似乎忘了这一点，这或多或少证实了过去纯粹主义者的猜想，有声的确以某种方式损害了电影的本质。所以问题的关键是，电影何时该学会闭嘴。伟大电影的开场总是安静的，这是电影之所以区别于戏剧的原因，因为编剧要以视觉的方式而不是人物绘画来思考。换句话说，在电影中展示而不讲述通常是最好的选择。如果你碰巧参加过写作类的课程，你也许对这句话并不陌生。Show don't tell 是写作上最古老的建议之一，放在电影中它是一个完美的原则，不是告诉观众发生了什么，而是使用某种方式展示。如果说 telling 是直白的，那么 show 是将人物置于戏剧的中心，把情绪通过角色的行动外化出来。这也是故事的作者麦基对电影编剧的忠告：假如能用视觉的方式表现，一句对白也别写。当对白被剥离或完全消失时，视觉的力量最明显。08年的机器人总动员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种震撼，证实了在声音出现之前，电影如此受欢迎的原因。而当以影像为主时，简洁的对白相形之下更为突出有力。我们几乎会认为这是皮克斯给出的最优秀的影像动画的示范，但是1年后他们才真正提供了动画长片中无对话的情感。这是 Show don't tell 的经典案例，通过短短4分半钟，用一个贯穿整个生命周期的蒙太奇，让我们同步感受到两个角色所经历的人生中所有的高潮和低谷。这个影片序列并没有事无巨细的展示，
事实上，制作团队在过程中一直在不断减去一些东西，又幸亏有人提出了我认为没有对话会更好的建议。缺失的画面和声音故意抽离掉了某种情绪化的元素，反倒促成了旁观者以积极的心态去完成填补和想象，就像是老照片中最印象深刻的那一张总也找不到。对白的节制是电影的美德。想象一下最能打动你的一个电影片段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多数时候他都没有说话。羞耻是一部安静到最好一个人偷偷观看的影片，不光是因为几处露骨的镜头会让彼此尴尬，更重要的原因是电影层层堆叠的悲观情绪和无处逃离的氛围。导演 Steven McQueen 非常善于用视觉化的情感说故事，他最有标志性的3部作品都有同样冰冷的坚定不移的凝视。饥饿将长镜头对准了爱尔兰共和党的绝食者，羞耻里扭曲的主角最后的崩溃让人难受到窒息，而为奴12年中82秒茫然的表情则是他悲惨人生中12年的缩影。这种无对话的展示是一种深入缓慢的交流方式，看似效率不高，实际过程却恰恰相反。一个布满人物情绪的画面往往超越剧作家几页的长篇大论。这是一个回归电影本源的故事，尤其是前10分钟完全可以称得上近年来最精巧且迷人的电影开场。如果你想了解一个无言的剧本如何搭配表演和剪辑来讲故事，这无疑是最好的例子。麦基在故事中说过，一个场景就是一个微型故事，场景必须将欲望、行动、冲突和变化加以统合。羞耻中序言的故事就发生在一个非常合适的场景，这里具备几个特点：公共区域、相对封闭的空间和流动性，这些结合在一起，促成了一段氛围微妙的、拥有起承转合的故事事件。在剧本的第1页写道 ，Brandon 用眼睛随意扫视着地铁上的人，他看到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在车厢的更远处睡觉。他回过头，突然看到了地铁上一个漂亮的女人。Brandon 也注意到这个来自地铁女人的目光，他的嘴角掠过一丝微笑，然后又看向别处。我们能看出这个片段完全通过角色的视线和表情而推动，所以地铁中其他乘客的目光都隐藏起来，绝不是偶然。导演利用了地点的优势，刻意给我们营造了一个公共空间的私密场所。对比一下，如果变成这样，所以在这样的场景里，我们只会看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。当女人出现的一刻，男人凝视的目光才有了意义，普通的场景也开始有了微妙的氛围感。让我们坚信这故事会继续发展的部分原因是平行剪辑中的其他信息。电影中地铁的戏份被拆分成了3个片段，中间夹杂着男主每日重复的日常，他不断地通过廉价的刺激满足自己的欲望，同时将生活封闭在一个外人无法侵入的空间。而当每次有男主的视线带回到地铁时，这一段 subway attraction 也自然地成为了日常的一部分。其实早在 Brandon 迎向地铁目光的一刻，已经宣告了一场捕猎的开始。当镜头回到地铁， Brandon 仍然继续盯着对方，他的面孔是模糊不清的，就如同一张戴着面具的脸，这是他现实生活中隐藏秘密的象征。随着他对女人兴趣的增强，我们可以更加近距离地看到女人的表情。2个人小有兴致地打量着对方，诱惑的情绪展露无遗。女人积极的反馈是故事得以上升的理由，于是在场景的下半部分，侵入性和戏剧性增强。Brandon 更加坚定不移地凝视，他的目光穿过漂亮的地铁女人的双腿，然后一直往上，而他把双腿稍微打开，裙子的下摆深深地陷在大腿之间。欲望是每个戏剧性场景背后的动力，而此刻2人都被彼此的渴望裹挟，表情中产生出了些许情欲的味道。在Brandon更侵略性的注视下，一瞬间女人的表情有了一丝变化，情绪中多了一些混杂的信息。她好像有些不舒服，有点犹豫。突然她站了起来，走向车门，
并给出了一个理由。尽管 Brandon 再次伸出了诱饵，这一段 Subway Attraction 依然在短暂的凝固后，最终走向了尾声。没有一句台词，却准确地通过剪辑和演员的表演，展示出角色背后的思维模式和欲望，是这个片段的精髓，让我们能清晰地感觉到故事的起承转合。演员法斯宾德和 Lucy Walters 用想象填补出了剧本的空白，同时精妙的设计故意藏在两个人的情绪中。不难发现，从始至终，男主的表情几乎没有太多改变，他只在做一件事，凝视，而女人则在对方的注视下有不同的反应。这种效果是一种认知事件，也就是库里肖夫效应，用一个固定的表情与3个不同事物的镜头进行切换，最后得到3种完全不同的感受：悲伤、饥饿和欲望，以此证明出缝合的画面能够操纵观众的反应。这理论激发了许多创作者描述更深层次的情感。相比孤立的镜头，观众从2个镜头的交互中获得的意义会更多。在羞耻中，导演用这个手法演示出了操纵观众情绪的效果。女人最初礼貌的回应， Brandon 回以无害的眼神。女人产生出喜悦， Brandon 的内心也在微笑。当女人的欲望呼之欲出时，我们开始感受到 Brandon 的侵略性。而当女人最终表露出害怕和羞耻， Brandon 开始显现出威胁。人物表情的来回切换中，几种情绪接替占据我们的思维，我们也渐渐能从 Brandon 看似一致的情绪背后猜测出一些他真正想表达和隐藏的东西。喜剧哥哥曾说过，等剧本写好加上对白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拍了。在影像面前，对白永远只能排在第2，而在对话泛滥的今天，难得会有导演如此注重视觉表达，用文字都无法做到的方式保持人物情感的交流，让场景自己呼吸。我想这才是我们继续热爱电影的理由。